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黄奕被赞艳压赵丽颖，曾怒对程毅粉丝，他很不一般。与凤航电视剧热播，但被打上中老年古偶标签。主演赵丽颖和林更新受到网友批评，而小花黄奕的表演备受好评，与角色契合度高。黄奕虽非科班出身，但凭借努力和资源积累，展现出出色的演技。他在面对网络争议和父亲去世等挫折时，选择用工作来暂时忘记痛苦，展现出坚韧和独立的一面。他向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情，并坚信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才能配得上更好的人和机会。与凤航这部电视剧终于播出了，真是让观众们盼星星盼月亮啊！一播出就火爆荧屏，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，热度不断攀升。现在的形势真的不容乐观，这部戏迅速且毫无争议地被打上了中老年古偶的标签，这让人不禁感到惋惜。之前备受瞩目的预告大片并没有如期上演，反而让人感觉像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深度好文计划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。哎呀，这男女主角的形象可真是让人难以形容啊！网友们可没放过这个机会，纷纷吐槽个不停。这形象真是让人看了都想说点什么，但又觉得无从说起。哈哈，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呢。林更新最近似乎脸上多了一些肉，完全看不出他以前健身的样子了。他的腰部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撑大了，完全没有那种古典的美感，更别提仙人的那种洒脱了。现在他身上那种油腻的感觉，真是藏都藏不住。赵丽颖这回可真是被架在火上烤了，谁让她这么红呢？树大招风啊！那些网友可没给她留情面，对她的评价可是毫不留情。看上去年纪大了，显得好累啊，眼神空洞没精神，演技退步很明显，看得让人绝望。赵丽颖对于事业的拼搏精神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毕竟，资本的目标客户群体始终是那些消费能力强、消费意愿高的年轻一代。谁能赢得这部分年轻观众的心，谁就有可能在娱乐圈长久的红下去。赵丽颖通过参演古装偶像剧吸引年轻观众的做法，确实是她保持长久影响力的明智之举。虽然网友的批评有些苛刻，但也能理解。毕竟，这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，而是涉及了三界这一宏大的仙侠世界。然而，仙侠剧却显得如此老气横秋，缺乏那种容颜永驻的仙气，确实让人难以沉浸其中。虽然仙侠剧的设定有着其独特的魅力，但如果不能将其呈现得足够生动和真实，那么观众也很难感受到其中的乐趣。希望未来的仙侠剧能够更加注重细节和表现力，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其中的魅力。因此，当小花黄奕饰演小和景熙的角色出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。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特别出众，而是因为他的表演与其他演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使得他的角色更加引人注目。谁又能做到像他一样，让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同凡响呢？观众们惊叹不已，仿佛眼前一亮，感觉眼球得到了洗礼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纷纷给出了黄奕的表现超过了赵丽颖的评价。一个人无论怎么装，眼神是藏不住的。黄奕的眼神明亮、灵动，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他的内心，让人心生欢喜。而赵丽颖呢，虽然努力掩饰，但眼中的疲惫和沧桑却难以掩盖，让人看了提不起兴趣。花不会百日都红艳，人也不能再回到少年时光，真是让人感叹啊！年轻真的是一种难得的资本呢。小河轻盈地乘船而来，水波荡漾，仿佛从淤泥中生长出来，却未被玷污，
清澈的水面映照出她的倩影，她并没有变得妖艳。她少女的活泼与娇俏，就像一阵清新的风扑面而来，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新明亮。她的存在仿佛有净化一切的力量，让整个画面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她有时欲言又止，眼神流转间充满深意。小荷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，同时又是那位内心深藏情感的痴情女子。她纯真至极，真诚无比，她的情感让人深深感叹，也让人无法不被触动。黄奕一登台，角色的灵魂便跃然而出，她散发出的那份灵动与活力，简直让人目不转睛。她的表现不仅驱散了剧情的沉闷，更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全神贯注地欣赏她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。真的提一下，这个姑娘演那种楚楚可怜、柔柔弱弱的小白花角色，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。她跟谁都好像能擦出 CP 感的火花，这可是不争的事实啊！你看看，跟她搭戏的男演员，哪个不是跟她配一脸？这姑娘的演技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。顾城锦的魅力让人心动不已，他和沈黎之间微妙的眼神交流更是引人入胜。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，仿佛有一股暗流在涌动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。这样的情节不仅令人期待他们之间的发展，也让人对整个故事充满期待。说黄奕碾压赵丽颖可能有点过了，毕竟年龄因素不能忽视。但黄奕与角色的契合度真的很高，他成功的给角色注入了独特的魅力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他的演技和角色的契合度让人眼前一亮，值得称赞。这次1997年出生的他看来要大放异彩了。黄奕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，但并非演艺科班出身。虽然他没有演艺背景，但他凭借着6年来的不断努力和作品积累，逐渐打磨出了自己的演技。他通过一部部作品，逐渐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才华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他就是《雨清书》里的那个人儿。霍秀秀这个角色，在《云顶天宫》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这2部作品中都有出现。尽管黄奕在其他作品中也有精彩的表现，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还是在热门电视剧《琉璃》中饰演的阿兰一角。这个角色让他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认可，也让更多观众记住了他的名字。说实话，那也是他首次崭露头角，知名度随之水涨船高。不过，这也给黄奕带来了一些麻烦。在电视剧《琉璃》中，他饰演的是兰兰这个角色，和男主角程毅有很多对手戏，这就引起了一些程毅的极端粉丝的不满和怨恨。他们总是怀疑黄奕对程毅有不良企图。有的人家粉丝心里总琢磨着，总有人想害我家偶像，而另一些粉丝则想着总有人想勾引我家偶像。这些粉丝可真是挺拼的，时刻都在保护着他们的偶像啊。不过，咱们也得说，这样的想法其实挺不理智的。在追星的过程中，我们应该保持冷静、理智对待，不要盲目跟风，更不要因为一些无端的猜测而伤害他人。毕竟，我们喜欢的偶像也是普通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，不应该被我们这些粉丝的过度保护所束缚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用理智的心态来追星吧。他们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男明星的贴身女管家，心里想着还付诸行动，把自己当成了正宫娘娘，搞起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小三搜查大战。结果呢，黄奕就被程毅的一些狂热粉丝给围攻了，各种污言秽语、造谣重伤，甚至恶意诋毁他的人格，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了。人家根本没有理由就瞎编，说他们对程毅有好感，甚至不惜去剧组看他，还瞎猜他们故意跟程毅出国玩，真是无中生有。这些女性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主角，而是过于迎合他人，
把自己当成工具，把自己视为男性的附属品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去影响其他清醒独立的女性，把她们也拖下水，甚至背刺她们。这样的行为真是让人痛心。诚意的一些极端粉丝多次对黄奕进行攻击，别太过分了，给他留点面子吧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，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？黄奕被无端诬陷和诽谤，他感到非常冤枉和生气。这件事情让他哭笑不得，也让他忍无可忍。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小号回击了那些诽谤他的人，展现出了他的坚定和勇敢。哪个女孩不是自尊自爱、大大方方的呢？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，并没有其他的关系。我什么都没做，请你们不要误会，也不要把全天下的女艺人都想得太复杂，好像都要巴结你家哥哥一样。就算后来有人揭穿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也完全不慌不忙，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黄奕外表甜美，给人一种甜美的印象，但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人间清醒，独立而坚韧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内核。他虽然外表温柔可爱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坚定和力量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。虽然黄奕签约了欢瑞世纪，但他的资源其实并不算好，他出演的作品数量很少，可以明显看出自家公司并没有大力推他。从2019年开始，公司发行的电视剧都没有再带上他了。他现在能参与与凤航、玫瑰故事等大制作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和拼搏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拼劲儿的人，才能够抓住机会，赢得这样的好资源。他的拼搏精神真的让人佩服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总是给自己设定很高的标准，一旦达不到预期，心情就会特别低落。但我也明白，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给自己一点宽容和理解。黄奕由于过于拼命工作，竟然错过了与父亲最后的见面机会。2019年，年仅22岁的他，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父亲。尽管遭受了挫折，黄奕并没有被打倒。他选择通过工作来让自己暂时忘记痛苦，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。毕竟，在他没有依靠的时候，他只能依靠自己来支撑起一切。黄奕决定挺起胸膛，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用他的努力和坚韧去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。只有尽快变得独立和成熟，才是对已故父亲最好的缅怀和告别。黄奕其实早就有能力用美貌赚钱了，还在高3的时候，他就靠着自己的美貌赚了人生的第一笔钱。当时有人找他在微博上帮忙推广产品，给了他500块钱的报酬。他一直在努力提升自我，从未停下脚步。没钱的日子里，看书是性价比最高的自我投资方式，用最少的钱换取最丰富的知识回报。而当手头宽裕时，黄奕则选择用自己的努力成果去探索这个世界，去拓宽眼界。他去过台湾、印度和欧洲的多个国家，日本更是去了2次，香港去了很多次，泰国也去了3次。每一次旅行都是他用自己挣的钱去投资的独特体验，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历程。他对自己的了解深入透彻，因此在恋爱方面，他的观念同样清晰明确。如果说不走到婚姻那一步，男朋友都是过客，而真挚的友谊呢，像源源不断的能量站，不论何时都能给自己充电。所以啊，对我来说，朋友这个位置是绝对不能丢的。那种为了恋爱而冷淡朋友的做法，真心不推荐。黄奕已经独自度过了许多时光，但他却乐在其中。这样的日子让他能够快速发展，内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完整。他享受这种单身生活带来的自由和独立，也期待着未来的自己能够变得更加优秀和坚强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有没有伴侣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。
现在的我更看重的是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去努力，这是属于自己的最好时光。与其在别人那儿瞎折腾，还不如多关心自己，去感受自己的真实情感。别再为别人的事儿悲春伤秋了，多关注自己吧，看看自己心里到底在想啥，到底有啥喜怒哀乐。这样，你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。爱情中的很多烦恼，比如自信过头、固执己见、占有欲过重、疑神疑鬼、患得患失等，其实都是源于我们内心的某种不完整。这些负面情绪常常让我们在爱情中迷失方向，甚至影响到与伴侣的关系。所以，想要拥有健康的爱情，首先要学会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完整和成熟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包容对方，共同创造一段美好的爱情。爱情嘛，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心里都舒坦，不用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瞎折腾。咱们互相鼓励，把对方最好的一面都激发出来。有了理解和尊重，两人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，携手前行，相依为命。就这么简单，但又挺难做到的靠双方共同努力才行。黄奕所向往的爱情里，最大的浪漫莫过于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沉淀的感情。对他们来说，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短暂的激情，更是长久的陪伴和坚守。他们愿意花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，去深入了解对方每一天的不同之处，去体验对方的喜怒哀乐，去分享生活的点滴。这样的爱情，虽然平淡却真挚，虽然简单却深刻。它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和张扬的举止，只需要那份默默的守护和陪伴。这就是黄奕心中最浪漫的爱情，也是最珍贵的财富。他坚信，无论工作还是爱情，都得先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这样才能把握住更好的机会，才能配得上更优秀的人。对他来说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才能让自己更加出色，更有竞争力，也才能吸引到更好的人和更好的机会。因此，他始终保持着自我提升和成长的态度，不断学习和进步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，人生不是由我们选择最好的，而是最好的选择我们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总是主动选择最好的东西，有时候最好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们不能总是掌控一切，有时候需要顺其自然，让最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的身边。这是一种接受和顺应命运的态度，也是一种豁达和自信的心态。黄奕在追求自我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摸索，努力打造一个既坚定又灵活的自我。